好，赖清德说呢，因为新的财政收支划分法，地方应该多扛责任，你们多分钱，多扛责任哦。那谢龙介就呛，因为谢龙介一生就守护赖清德嘛，哈。谢龙介就说呢，你当台南市长的时候，你怎么责任都不扛呢？都叫中央呢，跟中央要钱，怎么现在叫地方扛呢？哦，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因为被捷运补助款被砍了很多了，所以他说中央是左手给钱，右手扣。这边多给你点这个所谓的这个钱统筹分配款，那边呢什么一般补助款啦，或者是专案补助款啦，特别补助款啦，就给你收回来。说呼吁卢秀燕、陈其迈联手抗议，因为被删掉的不是只有台北市的捷运，台中市的捷运、高雄市的捷运也都被删了，所以呢，你们最好地方首长应该联手抗议。那台中的捷运蓝线补助款42亿几乎都被砍光光。所以卢秀燕说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啊。那另外呢，说看颜色才这个删补助款，交通部说高雄减100亿啊，高雄也减很多哦。那另外呢，这个侯友宜说中央应该把权责划分清楚嘛，叫我们承担更多责任。那我们的权利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把它讲清楚啊。那另外呢，这个吴思瑶就说卢秀燕不听，蒋万安不听不听。所以还在甩锅那刘彩薇就轰吴思瑶说：“你台北市也是你的选区，捷运被删掉那么多钱，很多按这个路线可能经过你选区，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背弃选区吗？因为吴思瑶骂蒋万安叫做恃宠而骄，删你这个钱有什么了不起啊？恃宠而骄，所以呢，刘彩薇就说吴思瑶呢，你都不顾你选区的这个建设，我们看一下。”现在台北市还在新建中的捷运，包括南环段和北环段，在台北上蒋万安就不满了，中央将原本已经核定的捷运路网补助经费大砍650亿元。北市捷运补助款被砍了75%，行政院说饼只有1块，有人多咬一口就有人少一口，甚至帮忙算，假使台北市明年捷运建设要自付60亿元，盖10年要付650亿，但统筹税款暴增400亿元，10年可以多拿4000亿，相信可以妥善规划运用，把这些补助款混为一谈。到这边到来了。不止台北市，新北捷运近期遭中央删减90亿元补助，砍幅达72%。台中市也一样，捷运蓝线今年6月动工，预估工程总经费174亿元，向中央申请补助42亿，但中央核定不到2亿元，这将近60亿，那他不给，是不是就是在卡卢呢？因为卡卢，所以挡捷运，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道德的。对此，交通部强调全力支持地方捷运建设，但财划法实施后，地方财政状况好许多。以台中为例，每年将增加295亿元，因此呼吁地方应该扛起更多责任。一个卢不停，一个蒋不听，永远要因果错置。蒋万安市长真的是恃宠而骄。是被宠坏的首都市长。只是捷运建设费用属于计划性补助，是由交通部主管。这次以财划法修法后，各地方获得较多的统筹分配税款为由，把账混为一谈，地方不买单。来，这个明显到底你们台北市怎样？行政院其实这一招它就是乾坤大挪移嘛，大家讲得很清楚，县市长执政了，其实赖清德自己最清楚嘛，他当过市长啊，所以他最大的问题在于左手给右手删嘛。给好像我中央给你统筹款给你多了几百亿，每个县市多了一堆钱，没有啊，左手给右手把你删回来啊。现在一般性补助款除了通删之外，未来还要专案补助，还要专案申请呢。以前补助款是一般补助款照比例给了，现在除了统删25%之外，通通要申请补助了。这跟弱势一样这个都要逐案申请一般补助是跟弱势，譬如说营养午餐啊、学生的清寒补助啊这一些，全部都删了没了以后都要专案申请，我抓住我就不要给你啊，可以这样子吗？那对于台北市来讲，我就更夸张。对于捷运捷运是这样子啦，明年呢，包括信义东延啦、万大第一期啦，还有环状线南北环啦，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内科交通啦，东环线啦，我们是拆成3标要8包嘛，那包括以后瑞光路，包括以后 T 台外面在港前公园外面有个站，8包之后，接下来预定工期大概7年多左右会通车被你行政院这样一卡怎么办？到什么时候？原先今年4月是核定你82亿4月已经给你公文核定了结果8月说没有，只给你22亿而已，可以这样子这不跟统删一样吗？所以4月说要给你了，然后8月又说减列60亿，
我如果台北市这样算一算的话，总共6个计划，10年缺口大概650亿，我去哪里生出来？所以很夸张啊！行政院的话，表面上钱都给你，然后全部都又收回来了。所以在礼拜天卓荣泰邀集那个会议，本来大家以为包括赖清德讲了说要朝野升息了，台湾社会要升息了，台湾社会要休养生息。结果他讲的是台湾社会，你们蓝白，你们在野党休养生息，我执政党继续砍你们。他不是拿屠刀，他是拿左手倚天剑，右手屠龙刀，把在野党砍死。有这种方式吗？所以那个是完全在修理在野党的，所以包括是这样子啦。你看那个场合，包括不止卓荣泰啦，包括那个台南市长黄伟哲啦，还有陈其迈都跳出来围剿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不是解决的一个方式啦。地方建设谁卡到啊？所以民进党立委真的要为执政党讲话吗？真的不用替地方争取预算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朝野是僵局无法解决。对啊，所以吴思瑶真的是奇葩。他的意思是说，台北市拿那么多了，得天独厚了啦，所以哇，台北市的立委居然嫌台北市太多，给我们新北，我们要。因为以前我在新北的时候，我们当议员，我们其实都一直在反映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新北市的平均统筹分配税款是6都最少，所以我到立法院，我们马上开始推财划法的修法，就是让地方政府对于财划法的钱变多了啊，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啊，而且不是只有我们在做啊，那时候赖清德自己以前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也是这样主张的，他当时是说，如果不修财划法，让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增加的话，这代表中央要集权集钱，就是中央就把钱控在手上，要集权力啦，才让地方分那么一点点啊，这个是赖清德以前当市长的说法呢，就现在自己换了屁股换了脑袋，那我们去年那个蓝白通过财划法之后，其实是因为是财划法税收就是地方收到的税变比较多以后，那你中央该给地方的一般性补助款跟计划性补助款你不能够少啊，这样子地方的钱才有变多嘛。然后结果现在赖清德的做法是说，好，你们立法院透过财划法那个统筹分配税款增加是不是？没关系，我一般性补助款砍你，或计划性补助款砍你，让你拿的比以前更少，看你怎么样。所以卢秀燕跟蒋万安他们才会去开记者会嘛，就是说你不要搞到统筹分配税款我们增加了，依法增加，结果你用其他方式让我们拿的比较少，这就是在搞政治。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他们还是一直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诡异的是什么呢？现在中央一直讲法是说啊，你们因为统筹分配税款变多啦，中央没钱啦，所以只好扣你其他。但问题是，中央明年的总预算没有少中央明年总预算变3兆今年的总预算2兆9千多亿，它明年变成3兆，结果你把给地方钱扣下来，然后你编的钱还比以前多，那你那么多钱，你到底要花到哪里去啊？真的很奇怪，那么多钱呢？不管什么钱都是人民的钱现在只是说因为地方政府比较贴近地方，他多拿一点钱可以做一些对地方建设他更了解的事情，结果你就觉得好像千不应该万不应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莫名其妙，就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然后再来就侯市长讲的才重点。就你不要讲空话，他说啊，你统筹分配税款增加了，那所以你要负多少责任？可以来谈事权怎么分嘛？例如说，在这个项目，你觉得应该回归地方自治，好，那这个分过去，那个你觉得应该放在中央，那个分中央，你赶快来谈啊，而不是说你都不谈，然后就一句话说，那你就事权你们增加了那所以呢，我增加1分钱，我要担10分的事吗？这就没有不符合责任，而且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嘛。嘉欣，首先这个我认为赖清德整个政府他现在在做这件事情，是在报复大罢免、大劳塞这件事情，就是在报复人民，就是在报复人民啊！因为你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最后回归到是苦到谁？捷运没有办法盖好是苦到谁？不要说蒋万安、卢秀燕，最苦是苦民众啊！所以他为什么他们明明一开始说政治要修身养息的，结果隔天没多久开始，针对地方的一般性的补助款、计划性的补助款开始对你开刀。他就是觉得为什么当时罢免没有成功，他把这个事情报复到大家的身上嘛。然后他就是想让民众知道说，你看罢免没有成功之后，你看你们什么钱都没有，你们什么建设都没有，你看是不是当初就应该来罢免这些立法委员？我说的才是对的。他到现在他还不承认，不愿意面对罢免失败的事实，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这个当初我就质询的时候我就有问过了，就说你呢当时他第一刀是砍向谁？他第一刀是砍向国小的学生，说呢以后你们要喝水，要开灯然后呢吹冷气，
都得这个地方政府自己付，以前都是中央政府补助的。对，然后他就说呢，对，班开冷气，那不好意思，钱自己付啊，这个变成这样子，第一刀砍向小学生，还那么赖清德当时4个优先，还敢说青年，第一刀往小学生上砍。那我就有问哦，我说那你有没有跟地方县市政府沟通呢？今天如果这个所谓的财划法因为增加了，所以呢要让这个部分跟地方一起互动，然后呢由地方政府付。那你跟地方政府，如果你们有共识，谈好了，一起出来告诉大众，这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可是你完全没有，也没有谈成功，也没有沟通，就直接突然告诉大家说，不管啦，财划法你拿的钱变多了啦，所以呢，你的这些都要自己出啦。那我就问，如果所有本来中央补助的内容都变成是因为财划法的关系，所以他要求地方要来做这些的事情，那跟编在他底下有什么不一样？那不是脱裤子放屁的事情吗？就我的意思是，你今天之所以有财划法，它就是要让地方自治能够有地方自治，有更多的自由的空间。那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两边一起负担的部分，也可以讨论。但是你不能，因为你今天是中央是给钱的人，你就是限缩了地方自治的空间，然后呢，把每一项本来是由中央补助的，都说成是因为财划法增加，所以你要按照我的指令来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你只是把财划法这个名字跟补助款这个2个事情混在一起而已。所以我真的希望，就是我最后讲一件事情，原知非常清楚。追加预算的时候，他们要追加636亿给地方的这个补助款。我们是非常不乐意的去同意这个追加，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得同意这个追加？这个追加呢，明明就没有人去砍这个，没有人去砍这个一般性补助款的预算哦，没有，它是一个法定预算哦，原则上是不砍的，没有人砍哦。然后呢，但他说因为统删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可以删的，我就删你地方预算，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非常不理性的事情。但为什么后来国民党还是同意追加了这636亿？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个政治斗争苦到民众啊。民进党他喜欢搞政治斗争，那是他的事情。可是我们要负责任的让地方能够继续运作下去，我总不能让地方破产，让地方民众受苦，让地方民众没有办法领到他应该要有的相关的福利跟措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为了政治，然后不顾民众，这是错误的。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是咬牙636亿我们给，可是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我认为民众非常清楚。还有意思。我想，我举个例子好了，像台中市哈，其实所有的捷运啊，是当初就有财务计划，中央要多少，地方要多少，其实是一开始就讲得清清楚楚的。中央现在是把双方的财务计划里面核定由中央支付的，也不愿意付了。所以像台中在它的台中的捷运应该要拿到60亿，现在中央政府只给他1.6亿，你这是摆明了耍赖哈。所以你中央违反了你自己的法定义务。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中央真的要这样继续斗下去的话，我是建议在场立委其实可以思考一件事啦。营业税本来在各国都是地方税，在我国本来营业税也是地方税。当初是说中央因为可能钱不够，所以把它划归中央，但是承诺过说这原来归属地方营业税我都会再还给你。后来中央也赖账嘛。如果中央要再这样集权又集钱，你地方要做什么事一项一项来跟我申请，我高兴就给你，不高兴就不给你。这是看党派的话，那回归原来的分配啊，把营业税还给地方啊，1年1兆1000多亿啊，那就还给地方，让地方去能够有真正的权利去鼓励商业活动，然后让他去创造他的税收，这才是鼓励地方自治嘛。张大哥，我补充一个东西，其实财划法一修正完，中央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财权跟事权把它切割清楚。可是到现在为止，就像刚刚小新委员说的，民进党政府都不做这件事，然后就放着这个争议。事实上呢，财划法的修法是为了要落实责任政治，结果现在民进党的做法还是要钱权一把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明年度114年度的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其实呢还是高达3兆元。所以如果以比例上来看的话，其实他把它分配到地方的，其实并没有到非常多。可他们现在又在哭穷，就跟过去一样。那用这种哭穷的手法，然后呢来混淆人民的视听，说好像中央什么都不能做。那我就要请问了，这些长期的计划型补助，如果你把它砍掉了，这些钱到底民进党中央要把它挪到哪里去？这个事情是要说清楚的。谢谢，再回来。
好，高雄美浓的大峡谷哈，阿嬷哈，这个申冤说一堆小弟的狗了哦，那分局长赶快哦把这个话给他断了哦，因为他们是蓝教申冤，古时候不是蓝教申冤哈，那现在现代版的蓝教申冤哦，一堆小弟，那小弟当然是黑道小弟了哦，那到底这个大峡谷是怎样？那黑道那警察不管吗？哦，分局不知道吗？到底怎么回事？哦，好几年呢，不是只有几天呢，一天几百辆车，你看从挖沙石挖出来就非常大规模，然后再把废弃物堆进去，1年、2年、3年的时间里面，几百辆车每天跑来跑去，都看不到啊！你们眼睛都瞎了，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哦，那阿伯也哭诉说，报警弄不好了哦。那柯震说这个市政府监督不力，害得阿嬷还要蓝教申冤哦。那柯震再爆2个影片，说这就是在地的心声哦。那你看这个砂石车，这么大的车在路上这样跑来跑去，地都压坏了，哦，然后呢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执法单位。你看这个车子，哦，跑过来跑过去，哦，这车子还不一样哦。你看前面那个这个散热的地方，你就看得出来车还不一样哦。所以这是民众7月14号民众拍摄的，这是6月23号民众拍摄的，是民众提供的了啊。那另外呢，柯震也把关键影片秀出来，说怪手狂挖哦，砂石车等着运，怪手也没有挖，看到没？怪手挖，砂石车在旁边等，要赶快把那个砂石运走哦。那所以呢，这个获利上亿，幕后的黑金集团就派就很凶的，所以呢，执法单位也不讲话，居民也都不敢讲话。你看挖成这个样子，哦，那另外呢，高雄马头山废弃物铜含量也超过100倍，环保团体呼喊说：“陈其迈，你要重视，要震怒啊，对不对？你要震怒啊！文王一怒而天下平，那你陈其迈你要一怒，而高雄就不会这样乱丢了哦。所以呢，重金属铜是重金属污染啊。”所以呢，环保局驳说这不是有害废弃物啊，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另外呢，马头山国有地也被埋铝渣，而且没有清运进度，所以呢，到时候清运要5000万，到底谁丢在那个地方呢？那到底谁来买单呢？高雄市民买单吗？哦，所以呢，陈金辉立委就说，民进党以前说叫做清廉勤政爱乡土。而今天在高雄叫做贪腐怠惰爱沙土，尤其这个爱沙土讲得非常好，乡土跟沙土这个大异其趣。我们看一下，美浓遭砂石业者滥垦挖出大峡谷，桥头地检署检察长亲自率队大阵仗前往会勘，在附近种田的阿婆看到，立刻上前拦人申冤。现在10几个在那边顾着。大姐，因为今嘛这个案件已经在侦办了，这些一干人的这个集团拢会来抓起来。一定会拢抓起来，我就认真去办啊。抓起来，刚有要报。说会努力尽力去抓，不过阿婆似乎不买单，继续语出惊人。恁抓是抓只，其实大只你无抓到。没啦。大只这些，我是继续抓，我认真去抓啦，你放心啦。会这么气愤不是没有原因。阿婆说，这砂石业者都是趁天还没亮就跑来盗采，还回填有刺鼻味的废土，导致附近种植的芭乐、香蕉无法开花结果。就算有结果，也长出黑斑，根本卖不出去。而且砂石车频繁进出，把附近的柏油路压坏，害他骑车摔伤。我只能说，真的是很令人痛心啦！美浓这么漂亮的地方哈，整个大自然被破坏这种程度哈，我想这个是相关部门哈，我们当然执法部门我们会严加扫荡啦。检警联手，未来还会增设更多监控系统，用远端科技监控，针对盗采砂石，检警也已经掌握了7、8个地点，将持续追查，不让国土资源再遭不肖业者破坏。来，志豪，我看只要是。现在看来是检调单位已经介入调查了嘛，所以就是而且看来是地主也已经被收押了，对不对？所以我看这个事情就是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就能够抓到多深，能够抓到多大，就应该全力去办了。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这个时候应该相信司法是正义的吧？都把地主给抓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这些盗采砂石的人绳之以法。那这些地方上，
会去做这种事情，不管是砂石啦、填这个，然后回填啦这些东西啦。我想，如果我们有在地方政治稍微有在这个了解的人，也都知道会是怎么样子的背景的人会去做这种事情的。所以说，在这边要给检调再加油一点啊，千万不要被这个任何的恶势力所屈服，一定要严办下去。那叶律师。刚刚张议员这个讲法非常的温良恭俭让啊，我听了有一点点精神错乱哦。就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当初发生在台北市的话，民进党的市议员一定跳起来，像庄瑞雄现在是立委了，你先跳起来说麻痹，神经末梢麻痹，这么大的大峡谷都没有人知道吗？环保局局长要不要下台？副市长督导环保局要不要下台？那好像现在没有看民进党从中央到地方，好像就说哎呀，这个进入司法程序就抓嘛，然后呢？没有一个人要负政治责任吗？好，就发生了这么久，然后结果民进党的地方政府就陈其迈出来说震怒，他到底震怒什么啊？他底下哪一个局处首长出来负责任了？没有啊。好，为什么这个事情可以发生这么久？好，然后警察局局长也可以不用负责，环保局局长也不用负责，你负责农地的人也可以，产发局局长也可以不用负责。我觉得这真的匪夷所思。我刚刚其实休息的时候就在说，让我想到那个时候台湾爆发食安风暴，怎么爆发的？也是中南部也是南部的民众，他说他旁边的这个食品工厂常年都是违规经营，有恶臭，他去报警都没有用，最后是南部的民众跑到台中去报警。民进党执政下，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嘛，整个勾结，所以你根本所以刚刚还看到老太太说，跟你讲有用吗？都没有在抓。我觉得这个才是系统性的问题。你长期执政，然后整个神经末梢麻痹，通通变成一个共犯结构，然后市长出来说震怒，交给检方，这就没事了吗？相关负责的官员都不用负责吗？我觉得真的很夸张。尤其这个阿嬷在申冤的时候呢，分局长赶快给他断，说啊，这个案件现在已经在办了啦，嘉义郎这个集团弄给亮起来，那你早干什么？早干什么？为什么现在打断阿嬷的讲话？你到底怕什么？南京？而且呢，我觉得民进党就在批评高雄市党部或者是说他们现在批评柯志恩自导自演。我的意思是，柯志恩自导自演这些的戏码，他在暗示什么？他在暗示说是柯志恩跟这些砂石业者勾结吗？天根明明摆在这个地方，然后大峡谷明明伤害的土地这么的深，就是因为他重重的打击了民进党在高雄长期执政，现在如此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烂摊子。我们都知道砂石业者呢，他敢于呢这样子去倾倒，然后挖坑然后一再的这样子重复你开罚也没有用啦，你开罚了之后呢，他们就再固态复萌就是背后一定就是牵涉到很多地方上面的势力黑道所以说呢，阿嬷呢才会就说，那阿嬷这很可爱她讲得很实在你敢抓吗？然后呢，最荒唐的是，民进党还有的就说，检调在处理了。对，不是，说是柯志恩呢这样子做呢是打草惊蛇，就说是打草惊蛇。我也被讲过一次，因为共谍抓到了，然后都说打草惊蛇，但是我不讲都没抓。对，就是打草惊蛇。你到底在掩盖什么？就是说你在这个背后里面呢要掩盖什么？我觉得这个呢才是呢，我觉得所有的高雄的选民现在很想要知道，而且呢很想要这个柯志恩呢继续发挥。把这些案子呢查得水落石出。那个刚刚那个阿伯说报警都没用哦，然后呢，那个分局长马上就给他拍说没有，我们现在要查了。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要赶快去查是谁吃案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过去不管是鸡蛋弊案或者是光电弊案，每一次呢立法院要揭弊的时候，他们就说现在检调正在处理，把它盖上一个司法部，然后检调的遮羞布之后，过了10年20年以后，这件事情就传过水无痕了。然后呢，再推给地主，找一个小咖的来谈这些东西，但幕后的黑手到底是谁？我觉得核心的焦点还是为什么报警都没用。而且呢，现在之前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有一些废弃物的倾倒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检方呢办到最后，他只能抓到这个砂石车的这个司机那其实背后一定有大尾啦。这个司机有他，然后你跟他求偿很多钱，他怎么付？他也付不出来啊。就是后面的呢，他不敢惹就是跟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诈欺的案子一样，抓车手。刚才那个志涵说，
他这样是不是有吃案的问题？对，你既然已经在侦办，不吃案，没有哦，不是这样哦，没有吃案，是你柯志恩不应该打草惊蛇。休息下再回来。好，郝龙斌决定要出马角逐国民党主席啊。那他说他不谋求任何职位，他也不会参选总统，所以呢，他决定这个大公无私参选国民党主席啊。那另外呢，昨天这个张荣卫他们好像开了一个会啊，张立善证实，因为他哥哥在云林很有地方影响力啦，说呢，他们昨天邀请的本土派的这个地方的这些领袖们聚会，说他们愿意挺郝龙斌参选国民党主席啊。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说呢，当3道主席啊，哪3道呢？走遍全台湾基层啊，让地方党员跟党工看得到，而且心声听得到，而且呢，这个许诺党员跟党工的事情一定做得到，所以就3道啊。那另外呢，张亚中啊说，国民党如果没有党魂，就像行尸走肉的区隔啊，而且说国民党现在变成朱家天下傅家党，朱就是朱立伦啊，傅就是傅昆萁了哈。这个平衡讲过头了，这党怎么是朱家？朱家有什么天下？朱立伦有什么天下？啊，党主席都不想做了哦。还有什么天下？朱立伦自己跟我讲，他说我帮大家这么多，谁感谢过我？谁跟我讲过一句谢谢？他也做得很挫折了哈。那另外呢，张亚中说声称要交棒，又协调下任人选，说朱立伦说要交棒嘛，啊，然后呢，但是呢，大家当时其实都劝卢秀燕出来，哦，因为卢秀燕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最有声望的，那卢秀燕现在不愿意出来啊，哦，那所以呢，他说这个要交给郝龙斌或赵康，不是的，这个党主席不是交给谁就是谁的，要选举啊，党员要选举啊，朱立伦有什么票？都是地方靠党员一票票选出来的，什么叫做？不管是现在好几个候选人说什么密室政治啦，私相授，私相什么授受啊？你私相授给我看看，乱讲一通。你要选党主席这样的话，我绝对不支持你，叫号召党员不要投你。这个不管是还不止张亚中，私相授受什么？怎么个私相授受法？当然要党员一起来投票。你现在诉求党员嘛？什么叫做私相授？谁能私相授受？朱立伦有这个本事吗？好，那么朱立伦低调回应，大家加油啊！也不愿意跟你们吵架哈。我们看一下，角色是永远是老市长的角色，虽然今天是国民党主席，不管我当不当都一样。不选的最大，回到新北跑坛台下，婆婆妈妈都对他比赞。这一次每一席我们都守住了，大家说棒不棒？棒！表现很棒，但就算朱主席说要交棒接棒的人，却还想找他算账。这是中国国民党史上可能最不公平、最不公正、最不公开的选举，大家在看笑话。不仅如此，前一天接受专访，张亚中更批评朱一伦把蓝营当成家党。朱家天下傅家党啊，傅就是傅昆萁的意思啊，因为傅昆萁是朱立伦最重要在上次选举的时候最重要帮他结合地方派系他的一个最重要的金主嘛。你怎么看朱家天下傅家党这样的说法？我想所有的说法哈，在党主席选举期间，我都4个字回答啊，大家加油。不想介入太深，子弟兵林涛却点名要选党主席，不是掌握军系就能赢，但据悉获得军系与议长系统支持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已确定参选，将在本周前往党中央领表登记。而郑丽文则持续争取黄复兴系统力挺，至于罗志强在获得马英九支持之后，也找来蓝营立委呼吁修宪，推动总统2轮多数决。不要少数总统，总统绝对多数。我会采取君子之争。不会对任何的我们的党内的同志口出恶言。参选党魁杜绝撕裂，从自身做起，但别人的嘴不在此限。好，叶元之，元之来，你说，我本来讲叶律师讲到你来，来叶庆元，你们2个知道名字只有差一个字，我们是 EAB 的关系，EAB 对，叶是 A 了，元是 B。所以我觉得那个张亚中校长骂朱立伦现在没票了，他可能想说，是这个选举是最后变成就是挺朱反朱，没有朱现在没有选之后，其实也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仇恨值啊，我觉得啦，接下来就是要选的人，你把你的理念讲出来啦，然后让那个党员来投票嘛。那我觉得
党内的选举不要有什么烟硝味啦，因为其实在我看来大家都很好啊。那郝市长接下来要参选，他也是很有经验啊，首都的格局啊。罗志强哥跟我们中生代啊，在国会啊，他算是我们的领导算干部嘛。郑丽文有论述啊，大家就从你觉得你喜欢谁就投谁嘛，这没有什么好吵的。那因为上面的那些如果吵，其实下面我们有些党员也会情绪受到影响。像我最近都有接到电话啊，就是说他就会来情绪勒索，说，你要叫那个谁谁谁不要出来哦，如果他再出来的话，就别我们以后就不会再投国民党。然后不然就是说，叶元之，你如果支持谁的话，下次不会投你啊。我都会有点错乱，为什么？因为我们选主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选主席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要让这个主席领导我们去重返执政吗？啊，结果你居然在情绪勒索说，以后如果你怎么样，我就下次不投你，或者以后再怎么样，我就不投给国民党。那你就是在变相支持民进党啊。那请问你要参与这个主席的这个过程干嘛嘞？就你是为了什么嘞？这个本末有点倒置啦，所以那个我们党员大家也不需要太有情绪，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么多人，你觉得谁 OK， 你就选谁，大家各有这个优点，然后你就做你的判断就好了，各喜各爱了。来，小新。其实我的看法一样啦，就是说但我自己觉得党主席还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则。但我觉得呢，现在台面上浮出来的人很多都符合这些原则，所以就像元之刚刚讲到的，大家可以投给自己喜欢的。那什么原则呢？第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有协调能力。而党主席的工作其实就是协调。那当然，人家讲说资源跟募款，我相信你今天会投入这个1300万来参加这个选举的话，应该这不是太有问题。但我觉得协调很重要。那协调它不只是协调说蓝白之间的互动整合哦，还有包含什么呢？接下来2026年要选举嘛，对不对？那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国民党哦，那大多数的县市首长他们是要连任。那连任呢，自己有自己的执政优势跟自己的资源，不需要太担心，没有错。可是还是有区域联防这样子的一个策略跟想法，需要党部来协助。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呢，这次国民党在台南、高雄、屏东是很有机会的，而且相对应可能会推出的候选人，基本上大家都心里有数。就是呢，像台南谢龙介，然后高雄柯志恩、屏东苏清泉，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不分区的立委名单。那这3个他们是新人。所以呢，党中央对他们的协助、扶持、支持就非常的重要。那这3都只要拿下1都，其实我觉得2026年就是非常大的胜利，甚至可能可以拿到2都或3都。赖清德作为党主席，他可能就得下台。所以党主席他要具备协助这个南部3都的这个去竞选的这个能力。那最后还有新人议员。2026年的时候，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让更多更年轻的人他有机会。那确实也有很多的缺额，那要怎么样让这些没有背景、没有经验，然后新人的议员能够选上，而且我们席次极大化？那在这些条件满足的情况，我觉得都是适任国民党主席的人。于律师，就其实我这边我自己情感上有点纠结啊，因为志强跟我关系非常好，真的是打过很多次的选战哦。然后郝市长又是我以前的长官。好，那但是我坦白说，我真的觉得郝市长会是比较合的人选。那就像巧芯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国民党面临的是什么？是我们已经连续输掉3次总统大选，然后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党工还在，有的被收押，有的在被起诉，好，有的就反正还要面对这个审判。那这个党主席不是说光是口才好或是形象佳，这是基本的。重点说，在这个之上，你有没有办法团结全党？你有没有办法说让不管是本土派也好，或是所谓的这个外省的精英，或是年轻的人都愿意支持？那刚刚巧芯提到说要让年轻人能够进入国民党，其实说真的，郝市长当台北市长的时候，他用我才34岁就当国民党，就当台北市的政务官。那永平姐那个时候也才37岁啊，那甚至人那个时候也是差不多的年纪，就是那时候郝市长他的不到40岁的政务官是超过5位的，那总共才34位一级首长，所以郝市长是非常愿意用年轻人，然后他也有足够的历练，可以去跟不管是跟本土派也好，或是对民众党，其实像之前柯文哲柯主席被压的时候。坦白说，郝市长是可以最有仇恨值的，因为5大弊案就是柯市长那个时候加给郝市长的。那郝市长出来讲的是什么？他说这个时候不应该压人取供，这是不对的，所以反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
如果从团结全党、团结在野阵营，其实我觉得郝市长可能是最合适的人选。我1分钟哈，就是说，因为呢，赵先呢确定不选啊，是郝市长选。我想很快哈，我们就接到海内外各种各样去啊，怎么办啊？这样子不好吧？这个国民党会很乱哈。为什么就是会很焦虑哈？觉得说啊，赵先不选了，这样子国民党会很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因为赵先不选了哈，所以呢，现在呢呈现出来的态势就是郝龙斌、郑丽文还有罗志强，好像就是3个人势均力敌了哈，没有一个一锤定音的时候呢，他们会担心说这样子选下去之后啊，国民党会不会再分裂？不过我觉得这倒是不要担心了哈，就第一个。赵康不选了啊，大家很遗憾啊，那这是事实好，然后这3足鼎立呢也是事实，但是呢，不管谁当选哈，国民党都没有分裂的本钱啦，所以说不会分裂哈，只是说在过程之中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国民党的这个公职人他们都一再的强调说大家不要这个口出恶言哈，不要去进行那种的这个厮杀，或者是说放话说啊谁怎么样去指定谁，谁怎么样去指定谁，我一定要去反谁。这些都没有必要哈，但是呢，无论如何，因为国民党呢的党主席的选举，它是一个小范围的选举，所以说在过程之中的，比如说有些派系要支持谁，有些派系要支持谁，这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呢，会有这些的新闻，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哈。最重要的还是未来的当选的那个党主席的人选哈。他在面对2026，我觉得2026比较不足虑啦哈，就是说，因为国民党的现在的这个县市首长呢，他们自己呢可以有那个资源哈，去打这场的选战。最重要的还是2028的党的整个的两岸政策路线问题。休息下再回来。好，淡江大桥合拢，就两边，因为它是两边做，合起来，万一做就惨了，我一定要合起来要很精准了啊。那因为这样比较快嘛，如果从这边慢慢哈，这样比较快哈。那这是这个国际有名的这个建筑师哈，那他设计的哈，而且呢，因为工程非常困难，流标7次，啊，终于才这个招标完成哈，花了很多年哈。那本来是一件好事呢，你看这个桥很漂亮的啊，那结果呢，因为这个营造商挂了一个红布条哦，说欢迎最亲民赖总统，所以呢，网络就傻眼了，说啊我们在北韩哦，欢迎最亲民赖总统视察啊，而且侯友宜也去啊，他也在新北市市长啊，那就不欢迎侯友宜吗？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那结果呢，这个。公信啊，就是他们那个承包商叫公信的哈，他的老板就承认了啊，潘董吧，哈，潘总就说呢，因为我腿不好啊，赖清德亲自把我扶进去啊，我好感动，一辈子忘不了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呢，我们自己挂的啊，没有通知主管机关啊，哦等等啊，所以呢，这个网络就说哇，共感好强哦，大家怎么都有那种感觉，就怎么拍马屁呢？哦，那国民党有讽刺说，复刻北韩风。恐怕制造最自恋的总统哦，这是个马屁布条哈。那另外呢，新北议员呢，江一珍也批评说呢，这个什么意思啊？哦，这个造桥变成造神哦，明明是造个桥嘛，怎么变成造神了哈？然后这个媒体也说这个是马屁文化嘛，而且大翻车，后来赶快把它拿掉了哈。那今天早上就有朋友传给我，他说现在很多人因为淡海大桥要合拢，很多人在拍美景照片。他说：“其实当年是很多人抗议的，抗议什么呢？抗议说呢，这个当时呢建桥破坏了淡水八景，所以在立法院都延宕了非常久。就现在呢，因为要盖好了，哇，觉得很漂亮，又来蹭。他说呢，他的结论是台湾的诗意反智无所不在，就是这样。大家反对啊，反对啊，反对，很多都反对了。翡翠水库当时也反对啊，反对啊。翡翠如果垮了以后呢，台北市、新北市被淹了，都被共产党这个一个炸弹就淹死了，淹死那么多人啊。哦，当时高速公路要建设，不行啊，高速公路有几个人有汽车啊？高速公路给有钱人开车用的。台北捷运也是。就是这样哈，所以我觉得那种反制哈，这个那个情节其实蛮重的。然后盖好之后，大家抢着去用哈，就变成这样子哈。来，我们看一下。
总统看到我倒脚无力，咱呢对啊个开入到内底，结果甲你记一世人。工信工程总裁潘俊荣致辞时句句不离赖总统。上任到怎已经增加到8000点，安尼总统有赞无？赞哦！啊，总统，阮大家拢知影你真辛苦，你我你多。不断帮总统赞声加油，迎接淡江大桥的合龙仪式，现场却从造桥变造神了吗？因为原先在后方挂出红布条，以黄字写上“欢迎最亲民的赖总统视察”，网友开酸根本是在北韩或大陆吧？国民党议员陈伟杰加码，是否要列队掌声欢迎国家领导呢？对此，负责承包的工信工程赶紧发声明，布条是工信自行悬挂的，事前未通知主管机关，因此在典礼前就拆除，只是为了要感谢总统对工程支持。来，志豪怎么看？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在意这种无聊的行为啦，因为在总统府到那个现场以前，有看到这个布条，马上就要求要把它撤掉嘛。所以说，那你说这个潘董他真的是赖粉吗？我想过去这2天我们大家也都看到啦，他是跟着林柏峰理事长，这个全国工商大家一起去力挺韩国瑜选总统的重要的工商界的领导人之一耶。所以你说这个潘董他真的有什么强烈的政治色彩吗？我觉得在商言商，在商界打混的人，他们大概就是不管是怎么样，他们就想办法的让自己能够这个然后嘛。那我想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心态，所以自己觉得这样子做人家会喜欢。但是我们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当然大家就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太 OK。那我觉得只是不要说什么啦，说什么北韩，其实大概独裁国家都一样啦。我们是不是常常看到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来访？这个只要他甚至这个习近平到了日本、到美国、到每个地方去，他们都会当地的侨胞去动员去用这种东西来。所以你说这个是北韩独有吗？不是，我看就是一些比较脑筋比较迂腐的，会觉得这样子的这种拍马屁是人家会很喜欢的啦。其实我觉得那个布条啊，最讽刺的就是最亲民这3个字，因为昨天刚刚好有一个新的民调出来，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他去做政治人物的好感度跟恶感度，结果呢，赖清德总统他在人民心中的温度只有43.34度，那这样子的温度呢，其实是比柯文哲主席他被关押了1年还要低5度左右，而且呢，这个他们台湾民意基金会其实总共从2017年到现在，一共做了16次的这个温度调查，针对赖清德在这16次当中，只有2次掉到50度以下，也就是呢恶感的比这个好感的多。那如果说我们再去回想一下，到底什么叫亲民？恐怕现在很多的台湾人民都不会觉得赖清德可以跟亲民画上等号。比方说，他在这个大罢免期间，他的团结时讲可以出现打掉杂质，而这个打掉杂质呢，明显就在说台湾没有支持他的人。另外，他在巡视灾区的时候，竟然会说跟灾民说你要自己爬啊，然后说呢国军是没有要来帮你们做这些清运的动作，所以这些东西都不会让人家感觉到他是一个亲民的总统。而我觉得民进党政府、民进党党中央，他们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有点小题大做，竟然是大动作的来澄清，然后呢用非常生气的方式去指控，不管是民众党或者是国民党说有造谣这样的情势，其实你就是很轻松的应对嘛。民间如果对你有这样的支持，那当然是好事一件，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什么大家会把这个事情当作玩笑一场来看待？因为太过讽刺。因为他说我们自导自演，我们干嘛自导自演？又自导自演起来。反差了，最主要是反差啦。就是说，刚刚志涵也讲嘛，你民调刚出来创史上新低的时候，然后结果贴一个最亲民的布条。好了，不管再怎么样，厂商拍马屁，还是中央，还是交通部有人受益，布条你要拆起来了，是布条要拿去凯达格兰大道批啊。公园路那里凯达格兰大道有很多可以让你挂啊，还把那很多电箱可以挂上去啊，让赖总统每天可以感受到温暖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说这座桥啊，包括苏巧慧他们来都点名说感谢满满的民党高层。开玩笑，这座桥是在吴敦义担任行政院长任内核定的，在朱立伦担任新北市长的时候开始动工的啊，一座桥都是你民党的吗？所以蓝绿市政一棒接一棒嘛，国政也是一样。你要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要不要学那个当年凯道2006年？你知道凯道多那个不是凯道的那个雪隧多夸张啊！6次贯通，11次减产，就要这样子吗？民党满满的意识形态，满满的马屁文化，至今没有改。以前那个淡江大桥被讲成选举浮桥啦，就是选举才会浮起来，没有选就没有了。然后它实际上它分3个标嘛，第一标动工是2014年，对，那个时候就是马政府开始，然后是朱元当市长的时候。
然后民进党因为昨天这个合拢呢，哇，列了一堆人感谢，但是他从2018年开始感谢，然后好像都没有国民党的事，然后就说哎，这都是民进党的功劳。民进党，你们以前小时候是不是抓都抓镰刀啊？这超会收割的哎。然后呢，他除了昨天那个 po 文之外，哈，今天最新的 po 文是说，哎呀，财划法之后地方钱变多了，所以侯友宜接下来钱就靠你了。哎，你们有没有自相矛盾啊？就是说收割完之后，不好意思哦，这不关我的事哦，接下来就